冬奥会顺利闭幕，仍然有人继续挑衅。不过，最让反华势力不爽的是，中国学会了讲好自己的故事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由于本届冬奥会开幕式的完美表现，我相信很多人也一样期待欣赏冬奥会的闭幕式。果然呢，闭幕式是没让我们失望。有人说这就属于是跟开幕式形成了上下集。除了表演本身的艺术性之外呢，我感觉有几个亮点特别值得我们关注。首先是参加闭幕式各国运动员的状态，给观众的感觉就是特别放松啊。进场之后大家各种玩，我看那个中国运动员一出场吓我一跳，就是还有骑在队友脖子上举国旗的呀。以前哪有这么放松的，都是特严肃。不过这么一玩呢，真让我们觉得这国旗举的是最高。其他运动员呢，我看也是心情都不错。俄罗斯运动员是率先玩嗨的，在场上拉着手转圈圈。然后呢，这个气氛又出现了人传人的现象，其他国家队员也跟着转，场上玩的都特别高兴。广播3遍请他们到观众席就坐观礼，有运动员还跟小孩一样蹦蹦跳跳，有点管不住。包括这次日本代表团的表现呢，都可以表扬一下。他们从上到下都很配合中国的工作，而且呢，根据网络爆料，日本运动员还主动帮我们维护了奥运村的声誉。据说呢，就是日本运动员考究了谁偷吃了最多的西瓜。闭幕式上，我看这些日本运动员呢玩的也挺欢乐的。与之对应的呢是中国的媒体还有网民，对帮助过中国队训练的日本籍教练，还有在赛场上表现比较不错的日本运动员，都有非常友好的正面的态度，称呼呢也很好听，叫他们小樱花。当然了，赛场的友好其实不影响我们对日本反华政客的态度。普通人和政客，这次我们已经学会了分得很清。另一个亮点就是闭幕式表演的节目，让我们感觉到设计用心，但是也没有刻意表演的痕迹。就演员的表现都很自然很轻松。一段段视频里边讲到运动员的失败和成功，加上现代拍摄技术加持啊，这个闭幕式上的影片都很有视觉冲击力，而且情感很温馨。最后还有一段向志愿者致敬的环节，人文环节真是满分了。所以给人感觉这次的这个讲故事方法跟当年真的不太一样。1990年亚运会的时候，当年那个会歌主题歌是亚洲雄风嘛，我看配的视频有一种浓浓的政治宣传味道，很多内容是体现中国的建国成就，唱着唱着开始回忆两弹一星了。结果一边唱着亚洲雄风，一边画面上还炸出蘑菇云。可见当时我们很想讲好中国故事，但是不懂得怎么在体育竞赛这个场合下用合适的心态把故事讲好。其实呢，对于国际体育界而言，你在体育场馆、体育盛会放出蘑菇云这个画面，那个观感真的很违和。而这次奥运会给我感受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向全世界传达的是纯粹的奥运精神，很自信、很自豪、很开放，也很包容。赛场之外的政治因素，我们都主动的把它们屏蔽在外边了。可见我们已经学会了用大家都能听懂的也愿意听的语言，用很温暖而不是很生硬的方式讲好了中国故事，也就是中央说的要树立可爱中国的形象。这两天我看到啊，现在国外的媒体上继续黑北京冬奥的喷子仍然是不少，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，那些美国运动员帮着中国驳斥了反华言论之后，导致账号被封，这种事儿在运动员群体中会有什么样的影响？还有那个在奥运餐厅里边什么都想吃什么都爱吃，参赛期间老说自己被感动的要哭，离开中国一脸舍不得那个美国小女孩，她给身边的人带去的又是什么？这些亲身经历冬奥的运动员当中，肯定会有很多人回去以后会是反驳那些反华言论的最有力的人群。所以啊，我们用更沉稳的心态、更开放的意境、更轻松幽默的氛围、更艺术的表现形式去拥抱未来，去征服全世界的情感，那么我们在舆论战还话语权争夺方面未来可期，中国也会拥有不可抗拒的形象力量。好，如果说本届冬奥会是一个巨大的胜利，那么我们胜在哪里？今天呢就聊到这里了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